完成实验过后，我们要进行数据的分析，希望找出对应的函数。例如，我们要考虑电容的充放电，它就有特殊的函数加以对应。这也是本单元要介绍的自然指数函数。为了理解我们观察到的部分现象，可以透过特殊的函数加以诠释。我们来看以下的介绍。指数函数是大家所熟知的函数之一，可以用来处理次方的运算。我们先描绘以2为底的指数函数对应的图形，也就是 y 等于2的 s 次方，然后标注一点 P 点，它的坐标是0、1，显然会在这个指数函数的图形上面。接着我们描绘它所对应的切线，我们尝试计算这个切线的斜率，而直线的斜率其实就是对应的 s 分量和 y 分量的比值。从电脑的绘图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切线斜率是小于1的数值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描绘以3为底的指数函数对应的图形，也就是 y 等于3的 s 次方所对应的曲线。同样的，我们描绘 P 点的位置，坐标仍然是0、1，同样位于这个曲线上面。接下来，我们描绘这个曲线过 P 点所对应的切线，显然这个切线的倾斜角度会有所不同。接着，我们透过电脑作图来考虑这个切线的 s 分量和 y 分量的比值。透过视觉的展现，我们发觉这条切线的斜率是大于1的数值。比较左右这两个图形，于是我们不禁要问：我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个数值 a， 使得以 a 为底的指数函数 a 的 s 次方，在对应 P 点的位置，它的斜率是1？为了解答这个问题，我们可以借由电脑动画加以理解。倘若我们以2为底的指数函数2的 s 次方出发，逐渐提升底数的数值，一直增加到底数为3为止。我们也可以在电脑动画中标示出对应的斜率，观察它所对应的改变量。则透过这个电脑动画，我们会发现对应的切线则会平滑连续的摆动。不过由于以2为底的指数函数2的 s 次方所对应的切线斜率是小于1的数值，而以3为底的指数函数3的 s 次方所对应的切线斜率又是大于1的数值，所以我们可以合理的推论，也许会介于一个底数 a 位于2跟3之间，使得它所对应的切线斜率等于是1。从以上的观察，我们发现的确有一个数值 a 可以满足上述的问题，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单元要介绍的主题。满足指数函数 y 等于 a 的 s 次方，在 P 点坐标为0、1，它的斜率恰好是1，所对应的底数 a 就称为是欧拉数。而为了方便起见，我们就以小写的1来标注这个数值。也就是说，函数 f of s 若定义为以欧拉数为底的指数，也就是1的 s 次方，那么它的函数图形与点 P 坐标为0、1所对应的切线斜率就会是数值1。这也说明了，在上方所对应斜率为1的图形，它其实是以欧拉数为底的指数函数 y 等于1的 s 次方所对应的函数图形。欧拉数虽然是以切线斜率为1的情境加以定义，不过我们仍然可以透过一些特殊的计算来估算它的数值。其实可以透过数学的验证，欧拉数本身是个无理数，而它的近似值大概是 2.7。另一方面，刚才提到以欧拉数为底的指数函数相当重要，可以为我们建立数学模型，描述观察到的部分现象。因此，我们就把以1为底的指数函数称为自然指数函数 （natural exponential function）。在认识了欧拉数和自然指数函数的定义之后，我们将会进一步探讨它们的性质。观察这个函数图形在 P 点所对应的切线，我们已经知道，根据定义，这个切线的斜率应当是1。然而，透过微分的基本概念，由于 P 点的 s 分量是0，所以这条切线的斜率也应当是函数 f 在0所对应的导数 f' of 0。接着，透过导数的定义，它可以写为后方的极限式，也就是 f of 0加 h 减掉 f of 0
除以 h， 再对 h 趋近于0取极限。接着我们将函数的定义代入，则分子的前方 f of 0加 h 就会变成是1的 h 次方，而后面的 f of 0显然就是常数1。将这个极限式跟左边的常数1结合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欧拉数的另一个定义方式，是透过极限的方式来表达。满足下方的方程式1的 h 次方减1除以 h， 在 h 趋近0的极限等于是常数1，所对应的数值1就称为是欧拉数。透过这个极限式的表达，可以让我们更精准地掌握1所对应的数值。接下来我们回过头考虑自然指数函数的特殊性质。首先我们所关心的就是它的导数 f' of s 了。根据定义，就是后面分式的极限。接着我们将自然指数函数的定义代入，则上方就会变成是1的 s 加 h 减掉1的 s 次方。然后透过指数律，我们可以将分子前面的1的 x 加 h 次方拆开为1的 s 次方乘以1的 h 次方。由于分子都带有1的 s 次方这个公因式，所以根据极限的运算法则，我们可以将它提到极限的前方。可是套用上方的定义，我们知道后面的极限值等于数值1，将这个数值代入之后，我们就得到1的 s 次方。所以我们发现自然指数其实相当特别，它的导数仍然等于原函数1的 s 次方。于是我们可以整理为下面的公式。如果我们要对自然指数函数1的 s 次方进行微分求导数的话，那么这个结果就会是原函数1的 s 次方。然而这个公式还可以进一步的延伸，倘若这个函数的次方不是单一的变数 x， 而是一个带有 s 变数的函数 u of s 的话，那么对它进行微分所得到的对应导数，即为原函数1的 u of s 次方，再乘上次方的导数 u' of s。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两个公式，透过这两个公式，就可以让我们建立对应的数学模型，来阐述一些观察到的特殊现象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以下的范例。在第一个范例之中，我们尝试计算1的 3s 次方所对应的导数，而根据上方的第二个式子，我们考虑 u of s 定义为 3s 的特殊情况，那么根据第二个公式，就会变成是原函数1即为1的 3s 次方，再乘上次方 3s 所对应的导数。然而藉由基础的多项式微分，我们知道后方的导数应当为3，所以经过整理之后，答案就是3乘上1的 3s 次方。我们可以考虑更一般的形式，倘若我们将上方的常数3改为是一般的常数λ，是求1的λ s 次方所对应的导数。同样的，根据上方的第二个公式，它就是原函数1的λ s 次方，再乘上次方λ s 所对应的导数。接着多项式的微分公式告诉我们，后方的导数应该是常数λ，所以我们就得到它的导数应当为λ乘以1的λ s 次方。而这个结果相当特别，我们可以发现，我们考虑后方的方程式 f' of s 减掉λ的 f of s 等于0，那么根据前面所推导的性质， f of s 定义为1的λ s 次方，就会满足后方的方程式。而这个方程式其实相当重要，因为如果我们要探讨一些观察到的特殊现象，有时可以透过这个方程式来加以描述。而前面的函数 f of s 定义为1的λ s 次方，就是它所对应的解答。而这个方程式除了涉及原函数 f of s 之外，也涉及了它所对应的导数，所以我们就把这类的方程式称为是微分方程式。而自然指数函数在微分方程式的求解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例子，当然上方的次方也未必一定是多项式的形式。假设函数定义为1的 sin s 次方，那么它所对应的导数应当为何？同样的，我们再次使用上方的第二个公式，定义次方函数 u of s 为 sin s。那么根据公式，这个导数就应当是原函数1的 sin s 次方，
再乘上次方 sin(s) 的导数。然而，根据三角函数的基本微分公式，sin(s) 的导数等于是 cos(s)， 所以我们就可以套路写成后方的式子，而这也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解答。自然指数相当重要，除了它的微分公式相当特别之外，其实它还满足另一个重要的公式。假设我们定义 i 是虚数，根号-1，那么自然指数函数就会满足以下的欧拉公式，即为1的 i 西塔会等于是 cos 西塔再加上 i 倍的 sin 西塔。这个公式的重要性在于它将虚数的概念引入次方，使得我们可以做对应的运算。而这个公式首先是由欧拉这位数学家所引入的，所以为了纪念他，我们就把它称为是欧拉公式。我们来考虑以下的特殊情况：假设我们取角度 θ 等于是派的时候，那么上方的公式就会变成为1的 i 派次方等于是 cos 派再加上 i 的 sin 派。由于派是180度为我们所熟知的特殊角，所以代入三角函数之后，我们知道 cos 派会等于-1，而 sin 派则是0，所以我们得到这个数值应当为-1。接着我们将-1从右式提到左式，就会形成下面的特殊公式：1的 i 派次方再加上1会等于是0。这个公式相当特殊，非常特别，因为在科学的发展史上面有5个最重要的数值，当然就包括了整数0和1。当然，圆周率派也是大家所熟知的，紧接着则是虚数 i， 最后则是这边所提到的欧拉数。透过欧拉公式的使用，就让我们将这5个最重要的数给予了紧密的关联。你是不是也觉得相当新奇有趣呢？自然指数函数由于它微分具备特殊的性质，所以在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它的应用，比如说物理、化学、经济学或是生态学，所以我们要掌握它的运算技巧，让我们可以习得各领域的进阶知识。